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在最近的一场财报电话会上，马斯克平静地承认了一个让无数老车主心碎的事实。他说，搭载老款硬件的特斯拉汽车受制于算力瓶颈，永远无法实现完全无监督的自动驾驶功能。这句话直接引爆了长久以来的信任危机。在中国，多名老车主将特斯拉告上了法庭，要求3倍赔偿。在欧洲，大量的车主也在筹备着类似的集体诉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如果你只看表面上的诉讼风波，你可能会认为特斯拉在自动驾驶的推进路线上遇到了巨大的溃败。但如果你把视线拉长，将这家公司近期在欧洲和中国市场的一系列极其强硬的动作连起来看，你会发现马斯克正在下着一盘远比卖几台铁皮汽车要庞大得多的超级大棋。近期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在极其封闭的欧洲市场撕开了一道关键的口子，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开始陆续批准这套系统上路测试。与此同时，在中国市场，特斯拉也在全速推进数据本地化和合规落地，甚至非常务实地将系统的中文名称从原本的完全自动驾驶能力悄悄改为了辅助驾驶。马斯克宁愿顶着被早期忠实用户起诉的舆论压力，冷酷地承认早期硬件的算力天花板，也要不顾一切地强行推进新一代硬件和端到端大模型的落地，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在意短期卖硬件的那点口碑和微薄利润。他所有的动作都死死指向了一个被隐藏在财务报表深处的终极战略——特洛伊木马计划。要理解这个计划的破坏力，我们必须先看懂目前资本市场给特斯拉定下的诡异估值。如果你翻开特斯拉最新的财务指标，你会发现这家公司的市盈率已经狂飙到了接近400倍的恐怖高位。在汽车销量增速明显放缓，甚至部分季度出现负增长，各大车企都在大打价格战的大环境下，华尔街的投行们凭什么还愿意给一家卖铁皮汽车的组装厂支付这么离谱的估值溢价？答案就藏在那套正在全速向欧洲和中国渗透的完全自动驾驶系统里。传统车企卖车赚的是从总装线到消费者手里的那一次性物理差价，一旦这辆车卖出去，这笔交易就彻底结束了。但马斯克的商业逻辑完全相反，他用尽一切手段打压制造成本，把汽车的毛利率压榨到底线，甚至在某些惨烈的季度里不惜零利润卖车。他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把装载了8个高清摄像头和强大自研算力芯片的终端设备，以最低的价格门槛强制送到全球消费者的手里。这些在马路上日夜飞驰的电动车，本质上就是一个个披着汽车外衣的超级数据采集器。它们就是马斯克安插进全球交通网络里的特洛伊木马。在人工智能时代，谁掌握了最庞大、最多样化的真实世界场景数据，谁就能训练出最聪明的端到端大模型。以往的自动驾驶技术路线全都是由硅谷的工程师们一行行敲出来的规则代码构成的，遇到红灯必须停，看到行人立刻刹车。但现实世界的路况千变万化，极其混乱，工程师根本无法在实验室里穷尽所有的边缘场景。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总会给驾驶员一种非常机械、僵硬，甚至是极其愚蠢的感觉。马斯克非常果断地推翻了这条老路，直接倾全公司之力切换到了端到端大模型的赛道。所谓端到端，就是一头输入海量的摄像头真实视频画面，另一头直接输出方向盘和油门的控制指令。中间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和编写繁琐的规则，全靠庞大的神经网络自己去学习那些优秀人类驾驶员的真实操作习惯。但这种人工智能的暴力美学有一个极其苛刻的前提条件，它需要吞噬天文数字级别的真实驾驶数据来喂养底层的模型。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冲破重重的监管阻力，把这套系统强行塞进欧洲和中国这2个全球最庞大、路况最复杂的汽车市场。只有拿到巴黎狭窄街道里的避让数据，拿到上海早高峰环路上的加塞数据，这套人工智能模型的闭环才算彻底完整，背后庞大的数据飞轮才能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旋转起来。当我们看懂了这种残酷的数据掠夺逻辑，就很容易理解另一家曾经的自动驾驶霸主为什么会迅速走向没落。在剖析特斯拉的野心时，我们无法避开一家叫做移动眼的以色列公司，在纳斯达克的代码是 MBLY。
仅仅在几年之前，移动眼还霸占着全球辅助驾驶市场将近80%的绝对份额。无论是大众、宝马还是通用，几乎所有传统的主流车企都在仰视它，乖乖采购它的视觉芯片和算法。但如果你现在去看看这家公司的处境，你会感到非常的唏嘘。它近期的股价一直在$10附近艰难挣扎，总市值大幅萎缩到了不到90亿美元。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排着队下调它的目标价和长期的盈利预期。移动眼之所以跌落神坛，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死死抱住了一种被称为黑盒子的商业模式。移动眼卖给各大车企的是一套完全封闭的芯片，加上预设算法的打包方案。车企只能花高价买来直接装在车上，他们根本接触不到底层的原始运行数据，也完全无法根据自己车型的特点进行算法迭代。对于那些想要在智能化时代拼命活下去的传统车企来说，把自动驾驶的控制权和底层数据全部交给一家外部的强势供应商，就等于把自己的灵魂永远的卖给了别人。随着中国的一批造车新势力在生死存亡中纷纷觉醒，他们开始大规模抛弃移动眼这种死板的黑盒方案，转而选择采购英伟达或者高通的开放算力芯片，然后砸下重金组建几千人的庞大软件工程师团队，硬生生自己去写底层算法，自己去搭计算模型。移动眼想凭借一己之力守住自己的技术霸权，结果却在全站自研的汹涌浪潮和端到端大模型的降维打击下，迅速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它的溃败给整个汽车行业留下了一个无比残酷的教训。在自动驾驶的绞肉机战场上，没有海量路测数据的实时反哺，任何静态的算法防线都会被轻易撕碎。这正是马斯克比所有传统供应商看得更远也更无情的地方。特斯拉从一开始就拒绝妥协，坚持自己重金研发推断芯片，自己搭建超大规模的超级计算机集群，自己完全掌控所有的底层行驶数据。它形成了一个任何外部供应商都无法打破的极其封闭且高效的循环生态。但马斯克的野心绝不仅仅是让特斯拉自己的车主享受这套智能系统。当这套完全自动驾驶模型在中国和欧洲那些极度复杂的路况下完成了终极测试，跨过了那个能够实现真正无监督驾驶的技术临界点时，它真正的杀招才会彻底亮出来。那就是向全球所有的汽车制造商开放软件授权。想象一下这个极其压抑的商业画面，福特、通用，甚至一些在智能化转型中掉队的欧洲传统老牌车企，他们面临着极其绝望的处境。他们花了几十亿美元组建极其庞大的软件团队，但受限于路上跑的自家汽车不够多，收集不到足够的高质量数据，他们自己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始终存在着随时可能引发事故的致命缺陷。而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特斯拉拿着一套已经在全球验证过上百亿英里、比人类驾驶员安全10倍的成熟智能系统，冷酷地告诉这些车企，你们不需要再花冤枉钱自己苦苦研发了，直接接入我的底层系统吧。每卖出一辆车，只需要付给我一笔系统授权费。这和当年微软通过视窗操作系统统治整个个人电脑时代，或者谷歌通过安卓系统垄断智能手机底层的逻辑如出一辙，极其霸道。摆在传统车企面前的路只有2条，要么屈辱地接受这套系统，沦为一家只能赚取微薄组装费用的硬件代工厂，要么强硬地拒绝接入，然后在产品体验上被搭载了特斯拉系统的竞争对手彻底淘汰出局。一旦这个惊天动地的授权模式真正跑通，马斯克就等于在整个全球汽车工业的底层建立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形收费站。每一辆在路上跑的汽车，无论车头上挂着什么传统的标志，都要向特斯拉缴纳一笔永不停止的无人驾驶底层税。这种基于软件授权模式的利润率是极其恐怖的。卖一辆实体汽车，你需要采购昂贵的钢铁、沉重的电池、脆弱的玻璃，还要支付极其高昂的跨国物流和庞大的人工制造成本。但复制一套成熟的代码和软件系统授权给其他车企，它的边际成本几乎无限趋近于零。这笔源源不断的无人驾驶底层税几乎全额都会转化为纯粹的自由现金流，直接流入特斯拉的资产负债表。这也正是为什么即便近期特斯拉的汽车销量严重承压，造车利润率大幅下滑，华尔街依然愿意用真金白银给它维持着近400倍前瞻市盈率的底层逻辑。机构投资者们在赌的早就不是它每个月能卖出多少辆铁皮车，而是在赌它能否成功转型为一家彻底垄断全球出行算力的超级软件霸主。当然，这场向着1万亿美元软件帝国进发的残酷征途，
绝不是畅通无阻的。特斯拉在欧洲和中国市场强势落地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监管阻力和复杂的商业围剿。在欧洲，严苛的隐私保护法案和反垄断监管机制就像一道难以逾越的制度高墙。欧洲那些盘根错节的传统汽车工业利益集团，为了保护本土车企最后的一丝生存空间，一定会动用各种冗长的合规审查和法律诉讼来拼命拖延这套美国系统全面铺开的步伐。而在中国市场，它面对的则是全世界最残酷、最血腥的内卷生态。本土的造车巨头们不仅在硬件配置上疯狂堆料，在城区智能驾驶的实际落地速度上也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中国有着极其严格的测绘安全和数据跨境传输红线，特斯拉必须做出彻底的妥协，将所有采集到的敏感行驶数据死死锁在本土的服务器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它全球统一数据飞轮的运转效率。不仅如此，马斯克在近期财报会议上对老款硬件算力不足的坦诚，虽然展现了在技术迭代上的冷酷理性，但却在消费者的心理层面上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反噬。那些早期满怀信仰，花费几万块钱盲目选装了完全自动驾驶系统的车主们，突然发现自己倾注了信任和资金买到的，只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废纸。这种大面积的信任破裂和随之而来的集体诉讼风暴，不仅会消耗极其庞大的法律资源，更会严重损害特斯拉作为一家伟大科技先驱的品牌光环。当一家雄心勃勃的公司试图用全新的技术框架颠覆整个世界的出行规则时，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被它无情抛弃在旧时代里的那批最忠诚信徒的熊熊怒火。但是站在更宏大、更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这种剧烈的阵痛只是技术跃迁过程中必须承受的代价。马斯克用特洛伊木马般的诡异策略，把硬件终端以极低的价格疯狂扑向全球，用海量真实的血肉数据喂养着一个正在急速进化的超级人工智能大脑。而移动眼的没落，则在这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了最残酷的反面教材。他用血的教训证明了，在算法、算力和数据三位一体的终极智能战争中，任何试图封闭自己、拒绝拥抱端到端革命的旧日防线，最终都会在时代的碾压下土崩瓦解。当埋伏在全球的特洛伊木马彻底苏醒，当那笔无人驾驶的底层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入特斯拉的账户，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一家传统汽车制造厂的起伏兴衰，而是一个统治着未来人类物理世界出行规则的超级帝国的崛起。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